在湖南的大山之巅，通过无人机的视角，隐约捕捉到2栋木房隐匿山间。不知这隐士居所藏着怎样的山间故事？现在就跟随我们前去一探究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兰，祝大家朝朝如月，岁岁安澜。现在我处在一座大山里面，刚刚我爸爸飞无人机的时候，好像发现有一栋小房子，但是我们不清楚有没有人居住。那么我们就现在沿着我身后的这条羊肠小道去看看吧。嗨，大家好，现在我们来到了湖南省湘潭市湘潭县苍山。现在我们位于苍山的半山腰，今天风稍微有点大。我们车子开到半山腰的时候啊，我用无人机提前探了一下路，看到山顶上发现有类似房子这样的一个建筑，但是因为山上植被茂盛，另外呢风也比较大，我们不敢贸然的飞得太近，所以现在我们就沿着尽头的这条羊肠小道慢慢爬到山顶上去看一看。刚刚在路口边呢，有个骑摩托车的一位大哥啊，他告诉我们说，眼前的这条羊肠小道是可以通往山顶的，但是呢，他也不确定这个山顶上是否还有人居住，因为很多人呢，他们没有再到山顶上去，很多人家呀，他们都往上面去修了房子，因为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古村落，以前啊，这里山顶上住了很多人，但是现在因为山顶上交通不便，很多上面的原始居民啊，他们陆陆续续的就把房子修到了山脚下。我们这条小路呢，以前是当地山顶上村民上下山的必经之路现在我们上去，不知道是否能够走到。现在这里植被非常的茂盛，杂草丛生，杂草丛生，不仔细看的话根本发现不了这是一条小道。我们现在就不知道能不能走到那个山顶上了，而且可以看到啊，现在这个我天，山路上啊下了雨，看这个杂草上面都有好多雨水。刚刚还看到了一个蘑菇。我们先尝试走一节吧，先看看能不能走到那个山上去。要是再等2个月，已经进入秋冬季的时候，现在这些杂草啊都会枯萎，所以这条路就会显得更宽广。目前来说，这条路不是特别好走，应该很少人走这条道了。是的，这里肯定就只有养山羊、养黄牛可能会经过这里。好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要小心，用棍子稍微往前面有好多刺儿，走一下，两边全部都是这样的植被，你看还有蝴蝶在我们身后，黑色的。我们可能往前面走，是不是会更开阔一点？哇，这些露水都沾到我这个袜子上了。好的。今天呢，我们就类似于这种探险吧。可能这条路啊，现在没什么人走了，而且现在这条路上面的全部是青石板，同时还有一些就地取材的石头铺就的一条路。如果是在春天或者是冬天的话，有一些户外
旅游的一些驴友啊，还有喜欢登山的一些健将们啊，他们可能就会更愿意选择这样的路，在户外游玩。什么东西？吓我一跳。好吧，我们再往前走走看。为什么这个长得这么熟悉？好像见过又没见过的样子。这个就是木子树啊，这个是在山谷里面的木子树啊。哦，在上一期视频中，我们还经常看到这种。是的，就是用这种木子做的茶籽油啊，在我们这边的土话说叫清油啊，实际上它是茶籽油啊，这边叫山茶油啊，非常贵啊。好了，走到这个位置就相对来说会更宽广了。你看这个地上好多露水，不知道是露水还是下的雨。然后前面就是一条小溪，但是现在这里面因为没下雨啊，这小溪也干涸了。这前面感觉完全都不是一条道了。我的天，最害怕遇到蛇了。先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先尝试走一节看一看，这上面是到了哪个位置。在苍山里面啊，在前面一期视频中，我们有拍过这个村落里的一些情况。它这里有湘军古道，有瀑布，还有传统的古村落。然后这个村落里面呢，当地人呢都是喜欢养黄牛、养山羊，还有土鸡，还养那些鸭子什么的。等一下，阿南，我们看一下上面是不是能够走到山顶上去。现在这座山的海拔高度是800米，我们目前所处的位置应该有600-700米了，因为我们刚刚是在半山腰。这边有好多开着紫色野花的草。在这种山谷里面，这种花草啊、野花啊会比较多，然后还可以听到鸟的叫声。各种各样的鸟的欢啼。是的。我天！好吧，我们再往前走，小心。整体这条路呢，除了要是两边没有杂草以外啊，这条路还是非常不错的，因为毕竟它全程都是这种石块铺就的一条路。碎石片。这个上面应该有山羊从这个上面上去过，因为山羊它就是喜欢在这个石头上面啊去吃一些青草。好了，现在我们看起来只有刚刚下面这一条路比较不好走，杂草丛生。走着走着到这个位置又豁然开朗了，上面好开阔。其实这条路上我们可以看到啊，你看这个地上啊都有一些登山客吃的一些零食的袋子，还有一些垃圾，他们没有随身带走。哇，这边又杂草丛生了。刚刚这个位置它是有石头，所以显得很开阔啊。你看这里都还有人呢。哦。你们好啊，奶奶，你这里是在木子吗？什么？你们是在木子吗？不是的。这个地方可以去对面吗？可以下红梁，那边全部那个草啊，全部杀了。
这就是这一段路没杀，那边的有一条石路，那边有的那个石头路下去。那条路更好走是吧？对，你要去哪里的？我去对面，上面是不是还有个房子啊？上面这个上面没有，要下去。下去一点点是吧？哦，这个你不能搞哦，等一下你手弄到出血了哦。好，让下来了他们。你先过。好，我们先过，好。你先过。快，谢谢来了，谢谢来。不要快，谢谢你。谢谢。你们是经常走这条路吗？啊，上面过去就是上峰了。啊。这边是湘潭。啊，这边属于湘潭。啊，好，谢谢你。没想到这样子难走的这种山路，居然还有当地人在这边来采摘东西。好吧，那么我们刚刚通过无人机找的这条路还算是比较正确，对不对，哈兰？是的。哎，小溪，也就只有这一节路，相对来说有一点点难走，再往上走就非常平坦了。这个知道是什么吧？不知道。这个就是可以包粽子的叶子啊。哇哦，这就是野生的啊，这里成片的这种叶子，摘下来以后就可以包粽子啊。但是现在不是包粽子的季节，所以这叶子就很小啊。所以走到这个位置就会更加好走了。以前这里就属于一个峡谷里面的一个通道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我左手边这个高山，离地面离我现在位置的高度接近有30-40米高，然后右边这个山坡离我下面这个高度也接近有30-40米高，也就是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一个峡谷。这前面一路的都是野生的狗尾巴草。如果是在50年以前，我们就不说100多年、200年前了，50年前这个地方都是络绎不绝的人要从这里经过，因为很多这个山顶上的一些居民啊都没有搬下来，路都会踩然后跨过这个小道走过去就是娄底的双峰县。而现在我走的这个地方是湖南省湘潭市湘潭县，就是以这个山为一个交界。好，小心，这个全部是带有倒刺的这些植被，因为现在走的这条路的人太少了，所以基本上荒废的不成样子了。但是我们今天运气好，居然在这种羊肠小道、荒废的小道，都还能碰到当地的一些居民。你看一路的这种狗尾巴草，好大的，跟我手掌一样长。是的，比我手掌还要长一点。然后两边它的木子树，还有当地的村民说，这山里面有野生的板栗、野生的猕猴桃，很多这种野果子，还有这个上次我们看到的是树莓，对不对？是的。那个树莓非常的有营养价值。但是现在我们这里走过来，好像都没怎么看到树莓了。我小时候吃树莓，特别的甜，尤其是在几十年前，这个物资匮乏的时候。哎呦呦，都很
很难看出来这些是路了。因为我们来出发之前，爸爸通过这个卫星，然后再通过无人机结合，看到这里应该是一条路，而那时候的这个地图啊，显示这里是一条非常明显的路，可能那个时候拍下来的时候啊，应该是属于秋冬季，所以这条路非常明显。现在呢，植被太茂盛了，看到这些花，我就想起之前学的课文芦花是怎么说？这就是那个青铜和葵花里面的结血部分。它这些芦花把这上面的那种毛茸茸的东西，把它摘到篮子里面，编在那种竹子，这就变成那种很暖和的芦花鞋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就到了这个2个峡谷中间的高山之巅了。我天！现在站在这个上面，再看下面的风景，真的是一览众山小。虽然说的有点夸张，但是我们毕竟是处于山上面的一个高峰上，下面的这些小山包啊，就已经显得非常的渺小了。在这个山上，今天居然我们没有发现山羊和黄牛，对不对？应该是太热了，山羊和黄牛也不想出来了。这边的草就比较少，根本就没什么。这里全部，因为这是石头山呐，我们刚刚就是沿着这个山下走上来的。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前面这个植被啊，你看随风摇摆。现在山上的风力啊达到了7级到8级，所以我的无人机呢抗风能力比较差，再加上周边啊这个树木啊比较多，防止飞机出现问题，所以我现在暂时不敢飞。现在我们就沿着这条小路走下去，这边就属于娄底市双峰县。在这个山上啊，以前有很多宅子，像什么周公寨呀这样的当地一些原始聚落的宅子，但是这些宅子呢，都已经只有遗迹了，而且都在这些山顶上，现在已经没有路了。如果在2个月后，可能通过一些小路啊，可能还能去以前这些古老宅子的古遗迹上，但是现在我们就不冒险了。这里全都是碎石子路了。好，慢点走啊！我的天哪！这个山坡还是有点陡的，慢慢走不急。在这个山上，是不是显得特别的安静？是的。往这条路走过来的，应该都是双峰县的人，他们乘这个羊肠小道爬到这个苍山这里来。是不要急，走这些崎岖不平的山路的时候，就要一步一个脚印。这边的植被很少，可以看到那个山里面。我想以前啊，这条路啊，是山顶上的居民啊，同时去两边进行赶集的一个必经之路。这边就有这种石板了。这里又是看到石板路了。他这个垃圾不知道是谁扔的，扔的这么多瓶子，非常多，太不注意环境卫生了。而且关键是这些瓶子，很多地方书完全可以作为2次废物利用，居然就这么丢弃了。到处都有，有些瓶子里面甚至还有水。是的。咦，刮住了。又有什么刮住你了？看我的裤子里面这
植物种子都连在这里了。刚刚一路走过来，也就花了半个小时的样子。试想一下，在50多年以前，这些山上的这些居民，他们的生活真的算是比较艰辛了。像这些山路啊，每天不知道要跑多少趟，尤其是我刚刚说过的，像周公寨这些原始的这种古村落，都有300到500年历史的这些古建筑遗址这块，原始的居民住在这山顶上。当然，住在这山上面，他们可以远离战争，远离世俗，可以安心的繁衍后代，但是他们的生活啊，肯定也是非常的艰辛和辛苦，因为山顶上完全是要靠天吃饭，如果不下雨，山顶的水源是非常大的问题。然后可能山上的这些野果子啊，像这个我说过的，像猕猴桃啊，这个板栗啊等等，还有甚至有梨子啊，这些野生的这些水果啊，还是能够果腹的。但是要想过上这种非常锦衣玉食的生活是不可能的。你想想看，曾国藩他属于商分这边的人，他要进出省城，然后带领湘军去平定太平天国，他们都要走这些崎岖的山路，而且这些石头路啊，都是当地的居民啊，他们长年累月的辛勤劳作才铺就了眼前的这些青石板。这青石板上面比较光滑。这里走的人还算是比较多，如果要是刚刚我们走上来的话，就会非常好。但是刚刚走的山谷那一节，基本上就完全是荒废的状态。要是这里下雨，这些青石板路啊会非常的湿滑，因为这些青石板路，我预测啊不会少于200年啊。现在我们可以在这个阴凉的地方休息一下吧。怎么感觉我们在下山呢？是啊，就是在下山了，在这个山谷这里应该是有一栋房子啊，但是不知道爸爸有没有走对呀？我们一路过来都没有看到那种网线，有电线也没有看到。这里也没有看到有电线，对不对？是的。好了，现在刚刚我们休息了接近10来分钟，现在我们继续出发，再沿着这个山路往下走，慢点走啊。站在这个山里面还是非常的凉快。今天竟然没有看到这种猕猴桃啊，还有野生的板栗啊等这些。现在在城里面的很多这些瓜果蔬菜啊，都是一堆的科技与狠活，像这种原汁原味的生态的这些瓜果蔬菜啊，越来越少了。那我还真想遇到一棵猕猴桃树呢。这个花认识吗？哦，这个就是小雏菊。这是小雏菊，对不对？是的。这个花看起来还是挺漂亮的。好，我们再往山下走走看。这一片双婚线的路，他们做了一定的开辟，所以上来啊就会显得很宽阔一点。但是到了湘潭县交界的位置，因为没有人走，像这个位置，以前这里有一条路，可能在几十年以前呐，甚至100-200年前，这个山谷里面肯定是有人家的，只不过现在是没有人居住在这里面了，可能就完全荒废或者是倒塌了。像我们上期视频拍摄的那个山谷里面的那位叔叔家里面，也就是类似于在这个山谷里面。
个石板溜滑溜滑的，差点滑倒2次。而且这个石板，哎，看到没有？前面是什么？哦，小亭子，这里居然还建了一个亭子。去看看，我们去亭子里面看一看。这里都还有凳子。它这里还做了一个10条凳子。这个以前应该是一口井，这里是一口泉水井，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清澈的，上面的水。上面应该是不是也还有一口井？我们上去看看。它应该是2口井来的。有点湿。哦，这里也是，不过水有点绿。咦，啊，这里还有青蛙，吓一跳。它这里以前是一口古井，很多当地居民啊，他们要想去喝水啊，都肯定是要到这里来。只是说这口古井已经荒废了，不知道有多深。水都是绿色的。啊，因为这里没有做任何保护，所以刚刚爸爸所说的就是，在前面这个山谷里面肯定是有人，然后山底下的居民，他们都会跑到这个半山腰这个位置来取井水喝。只不过现在因为都很少有人上来，然后家家户户山脚下都会有自来水，所以这里就荒废了。它这个亭子也是后期修的一个亭子，我们去这个亭子上看一下。这边应该都没人打理过。它这个路也是后面重新铺过的，不像刚刚走的这个青石板路。这全是羊屎啊，这里就是养的羊。哦，那里有一只壁虎，爬来爬去的。那边啊，壁虎是吧？是的，在那个柱子那边爬到柱子上了。它这个亭子是当地的双峰县的村里面或者是政府啊，单独列了一个亭子，叫少溪亭。看来这里有很多羊来这里光顾过。嗯，是的。只是现在这里已经完全属于废弃状态了。这是特意在这个山坡上修建了这么一个亭子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再往山下走吧。我感觉我们我们会走到山脚下的。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，海拔都还有400多米高。在这个顶部，只有一些古迹了。哦，这边好像有那个小溪水。好吧，我们往下走吧。好滑的感觉。小溪，这有泥巴。看这边全都是湿哒哒的。是的，好吧，因为它是山泉水啊，要是下雨天，这条路就真的不能走，所以非常的湿滑，一不小心就会摔到这个悬崖下面。虽然这里那么多树木可以帮你遮挡，可以有缓冲，但是毕竟还是不安全，而且好多这种树木啊，它上面带了那个刺，这个上面都有点滑动了。这是豆豆。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条青石板路，你看它是属于石头加青石板镶嵌的，就一块的这样的石头，再加一个青石板，这样子叠加的，整体这样的山路会更加的牢固。那么修这条路的需要多少样的人力和物力，甚至是财力？修这样的路肯定是当地的一些乡绅，或者是大富大贵的人家，他们会捐资修建这样的一条路。看这里都长了好多蘑菇。这是野生的蘑菇，你看这里还有螳螂。哪里？哎，灰色的啊，爸爸镜头这里啊，看到没有？哦，这是一个灰色的螳螂啊。保护色。这是保护色啊，你不认真看看不到啊。是的。在古代，
修桥铺路是废己子孙、积行大德、积大善的一个壮举。而且修这样的路或者是桥，我们有拍过很多，所以他们的工程质量啊是非常的坚固和耐用。只不过是他们没有想到，几百年后或者是上千年后，现在的交通工具，大型货车、卡车会出现，所以像我们上次看过的锦屏石桥，还有辅主桥，居然都还能够跑现在的一些大型的货车、机车。大家如果对桥啊感兴趣的，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前面几期视频。这边的路就有一点随意了。这边的路的这个石头搭建的有点随意了，歪七扭八的。这个峡谷的高度啊，接近有40多米的一个垂直落差，只不过是被这些杂草啊、树木啊给挡住了。安然，我们刚刚看的这个房子啊，是不是就是这个亭子啊？有可能呐，对不对？现在我们走下去，是不是就走到山脚下去了？应该。好吧，我们再走一下吧。再走个几十米。因为我们通过地图，通过无人机简单的拍摄，因为是看到有类似房子这样的一个屋顶，所以我们才从那湘潭的山脚下爬到这边来。但是我们刚刚经过的那个屋顶，应该只是一个亭子而已，所以在这个山顶上，目前是没有人家居住了。那么这个半山腰会不会有人住，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。我们现在再下去，再尝试走个10来分钟看一看。我觉得应该没有了，看这些路非常非常的窄，就只能够一个人通过。这边长了好多菌类。有些菌不能瞎吃，它是有毒的。哇，刚刚那3位奶奶叔叔们走上来也是费好多功夫哎！你看，我们下坡走都走了这么远。应该没人了，房子的影子都没看到。好吧，我们再走一下，再走10分钟。要是再没有人，我们就只能原路返回了。哎呀，花了半天功夫，就只看到了一座废弃的小亭子。不知道双峰县这边待会儿说的话，我们听不听得懂？我们只能用普通话跟别人交流。下面是不是有水泥路啦？对不对，阿兰？不像，还是那种石板路。这上面应该是有人家居住吧？没有，这就还是一个亭子。还是一个亭子啊？是的。啊，这里还是一个亭子。所以在无人机和这个卫星上看，以为是房子，但是只是一个亭子而已。去看看这个亭子的名字叫什么吧。这边竟然也有羊粪儿。这个树就是我们上次看到的，这个果子有毒，但是它也是一味中药材，可以把它利用起来。然后它两边还种了这样个桂花树，但是没有开花，真可惜。这个亭子叫义正亭吗？还是文正亭？像啊，这字写的。好吧，我们现在继续往下再走走看。
这些羊真的是走到哪所以到哪娄底商分县这边的政府啊，他们居然在这个半山腰上还修建了2个亭子了。但是我们从湘潭县这边上来，一个亭子都没有。回去吗？我们再下去再走一下看，我觉得没必要再走了，好累呀。再走一节，再走一节，走一节，我们再看看。我们再走一节，走一节就休息。走的我肚子有点痛了。啊，我们待会就休息一下吧。我们走到一个阴凉的地方，或者你坐在这个石头上休息吧。它这里还绑了红布哎，看到没有？它每一个树上面都绑了红布，有注意到吗？你看你的右手边那里是不是个红布？树上，然后爸爸这个位置，它这里也绑了红布，看到没有？这个树上面怎么这么多棉花样的东西？它这上面绑了红布，就相当于这个路上面是有人住的。有一股溪水的声音啊，下面有一条溪流。你看，每隔一个地方，它这里就有一个红绳，是不是？有没有注意这个细节？还真没有注意呢。大概是30米远，它上面就绑了一个红色的绳子，可能就是防止有的人迷路。进入古道哦，我们走的应该是这里的湘军古道吧？哎，有可能是，这上面写的是进入古道，注意防火。它这叫什么古道？看一下啊，这上面写的字，看看。铜梁古道。铜梁古道。哦。它这座山叫铜梁大山。在下面一点应该就是湘军古道了吧？我们从湘潭那边上来叫湘军古道，这一条路叫铜梁古道，这是从湖南省娄底市商分县这边上来叫铜梁古道，从湖南省湘潭市湘潭县那边上来叫湘军古道，都属于曾国藩进出省城回家乡的一条道路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就沿着这条山路往回走，回到湘潭县境内。所以我们通过卫星以及无人机的双层的一个抓拍，我们看到的房顶其实就是2个亭子，它根本不是人们居住的房子。那我们今天暂时就不下到商分县了，过段时间我们会去商分县拍这里面的一些古桥，还有一些比较有名的一些古建筑，还有名人故居，还有一些历史古迹，当然还看看还有一些比较美丽的一些乡村美景啊，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历史有价值意义的一些古景。好，今天我们虽然没有找到地图上那2栋小房子，但是我们在这里观看了美景，呼吸到了新鲜的空气。那么今天就暂时到这里吧，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的视频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